講起近排最 hit 嘅 gadgets， 相信咧就係2月2號喺美國率先發售嘅 Apple Vision Pro， 但賣緊27,000港紙起跳嘅佢，究竟係好似 Apple 所講係新時代嘅好幫手，定係堅力居多？而實際用落喺工作同埋娛樂上又會帶嚟幾大程度嘅提升呢？如果唔想錯過最新嘅科技資訊，就要記得 subscribe 我哋 MY 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撳埋個通知鐘仔啦。打開 Vision Pro 個盒，會見到佢配件都幾多㗎，有包括 Vision Pro 保護套、遮光罩、2套頭帶、2套貼面面罩，仲會有埋外置電池連電線、充電器、C2C 插電線同埋1塊抹布。成部 Vision Pro 外形最吸睛，一定係佢正面嘅曲面玻璃，望落好有科技感。再配合埋銀色鋁合金機身設計，令到佢外形都真係加咗唔少分。相信都唔會有人覺得佢醜，連帶出街嘅勇氣都冇啊！然後就再講下佩戴感受啦。睇翻外媒之前測試，有人就形容好似戴住一部12.9寸嘅 iPad Pro 喺頭上面咁，因為佢哋重量差唔多咁話。而盒入面咧其實係有2款頭帶，一款咧就係之前發佈會見到有摺痕式嘅頭帶，只會包住你嘅後腦；而另一款咧就係有埋頭頂帶。咁我哋而家2款都試下，睇下邊款比較適合啦。如果係用摺痕式嘅頭帶，戴上去嗰下咧會明顯 feel 到有重量，特別係前方位置會有少少墜咗落去咁。某程度上咧，亦都因為條帶彈性太好啊，就算較緊咗都唔太卸到力，需要單靠面珠或者眼眉位置去卸力，相對呢啲位置咧感覺就會負擔大一啲。如果左右咁樣轉個頭，呢個少少前重後輕嘅問題就會更加明顯。再加上唔知係咪因為我哋嘅版本係美國版，遮光罩咧主要係為外國人而設，暫時嚟講咧鼻梁位都會有少少漏光問題。不過其實佢嘅面罩、頭帶等等咧都做得好柔軟親膚，舒適度都幾唔錯。而換上另一條頭帶，外觀咧就會比較似翻我哋見開嘅 VR 眼鏡，力學分佈咧都會做得好一啲。不過咧都會有少少 feel 到前面重重地，而頭頂戴得耐咧都會有少少唔舒適。第一次戴上頭嘅 setting 好簡單，包括會叫你定點，俾對手佢影一影，好似其他 VR 眼鏡咁樣俾幾個點你望下，跟住指示做一啲都唔複雜。set 完就會有 Apple 新機招牌嘅超級大 Hello 漂浮喺半空，然後再登入 Apple ID， 好似平時 iPhone 咁樣。值得留意嘅係佢唔似其他 VR 眼鏡咁要做 mapping。不過要留意嘅係，而家好多專門設計俾 Vision Pro 嘅 Apps 都係喺美國 App Store 上㗎，所以建議大家要用嘅話咧，都要用翻美國嘅 Apple ID， 會有更加好嘅體驗啊。Vision Pro 所用嘅係全新嘅 Vision OS， 其實望落咧比較似漂浮喺半空嘅 iPad OS， 喺 Apple Ecosystem 入邊打滾過嘅用家咧都唔會覺得陌生。佢界面上嘅 icon 開出嚟嘅 tab 咧都係超級清啊！而且一次過可以開好多個 tab， 任你放邊度都得，拉近拉遠，感覺咧自己好似 Tony Stark 咁，真係會 wow 一聲啊！而我眼前所睇到嘅所謂實景，其實係透過 Vision Pro 鏡頭拍攝出嚟，然後再即時顯示翻俾我睇嘅畫面。佢入面嘅熒幕用咗 Micro OLED 技術，就咁睇咧完全冇 latency， 就算我 keep 住揈個頭，畫面都可以跟到我。而顯示出嚟嘅影像都好立體，但其實就唔算非常清啦，都會有啲朦朦地同埋顆粒感。另外佢顯示嘅畫面明顯會比真實環境暗，感覺咧會比較似多咗一層透透地、灰灰地嘅膜感。而顏色上咧就一定冇真實環境咁鮮豔㗎啦，但都可以分得清咩色打咩色。不過不得不讚嘅係，用佢係冇平時玩其他 VR 眼鏡咁頭暈，對眼亦都唔會覺得好辛苦。就連我呢啲戴 VR 眼鏡打機10分鐘就會暈嘅人，連續用 Vision Pro 半個鐘以上都唔會覺得頭暈。而用 Vision Pro 實際上咧，佢係有2個大 mode， 即係 Standard Mode 同埋 Travel Mode。Standard 咧就係將個視窗鎖定喺一個位置，適合你長期留喺一個空間嗰陣用，就好似喺屋企、office 等等。例如你將一個視窗擺喺一間房，行出去再擺另一個視窗去另一間房，佢哋就會 keep 住喺嗰度，可以做到類似成屋都係 holograph 咁樣。而 Travel Mode 開咗之後，啲視窗咧就會跟住你走。
網上外媒測試帶住 Vision Pro 周街走咧，就係用呢個 mode 啦。不過如果想一路行住咁睇劇睇戲，其實咧就唔係好 work 啊，因為佢對於晃動好敏感，行快少少咧就會 track 唔切，同埋會穿過咗個畫面，所以咧都建議喺一啲比較靜態或者坐低咁用。我亦都試過咧帶住佢周圍走，唔同嘅環境變換又對佢有冇影響呢？佢其實對於環境光線嘅轉變都幾敏感，亦好容易適應得到。就算我行入一間冇開燈嘅房，佢都即時 sense 到係低光。雖然咧就戴定頭盔咁話未必睇到我隻手，但都仲可以 sense 到我操作嘅手勢，基本上同喺光嘅環境操作冇分別。不過上面都有提到，佢顯示嘅環境畫面咧係比實際嘅環境暗，所以當我去到一間比較黑但未去到全黑嘅房，用肉眼睇咧，其實都睇到房入邊嘅嘢。但我透過 Vision Pro 咁睇，其實只係睇到 Softbox 入邊嘅銀色反光位㗎咋。另外，其實今次 Vision Pro 係唔 support 戴眼鏡嘅人士使用，有近視、遠視嘅用家咧就要訂製佢哋官方嘅蔡司鏡片。我哋今次試用就冇特登加配蔡司鏡片，咁所以我哋都揾嚟唔同視力狀況嘅同事試一試。當長期戴 con 嘅我，同有大概100度輕度近視嘅同事用嗰陣，其實使用睇嘢係完全冇問題。而揾個有200幾度近視，但平時就冇戴開眼鏡嘅同事試，佢就表示咧將個 tab 拉遠少少就會睇得到，反而拉得太近自己就會有殘影啦。而有400度近視嘅同事唔戴眼鏡，基本上咧就完全用唔到。所以如果平時淨係有戴開眼鏡，相信你都要儲多少少錢配埋個蔡司鏡片咁用啦。而佢係靠追蹤用家嘅眼球同埋手部動作去控制，就好似我望住個 Safari icon， 將 tap 手指，咁就會入咗去。想放大、縮細、刪咗個 tap 等等嘅操作咧，都可以用手勢直接去做，感覺就好似用緊一個漂浮喺半空嘅隱形 touchpad 咁。整體操作咧可以話係非常非常直觀。就眼球追蹤而言，其實咧就唔算係啲咩新嘢。但而家 Vision Pro 嘅追蹤咧，可以話係咁多部裝置入面做得最精確。基本上我望去邊一個方位嘅 icon 都會 detect 到，就算喺角落位都 OK。不過咧，可能一開始唔係太習慣，就有少少控制唔到眼神，亦都要 keep 住提醒自己唔好周圍望，同埋俾後面嘅環境 distract， 先會做到比較好嘅追蹤效果。而手勢操作上，用家前方嘅左至右、上至下180度都可以 detect 到。而手勢嘅幅度咧，亦唔需要好大，好細嘅 tab 咧都可以 detect 到。不過如果你買佢翻嚟係想同屋企人 share 咁用，就要留意啦，因為佢 set 機咧係會認眼球，個眼球唔同咗，佢就會 detect 得唔準。咁個解決辦法咧就係可以用 Guest User Mode， 揀咗佢就會幫個 Guest User 重新認過個眼球同埋對手，操作就會精準一啲。但一離開咗個 Guest User Mode 咧，就要重新再嚟過㗎啦。咁買得部 Vision Pro 翻嚟，最主要嘅用途咧，相信都係工作同埋娛樂。我哋之後嘅實試咧都會圍繞住呢兩個方向，除咗試佢好唔好用，更加重要咧係暫時夠唔夠內容去做呢兩件事。我哋就以香港主要嘅文字同埋影像工作做測試，亦都會分開就咁用 Vision Pro 嘅 app 做嘢，同埋用 Mac Virtual Display 用 MacBook 做嘢嘅使用體驗。咁先試咗就咁用佢嘅 app 好唔好用啦。咁文字工作方面，佢咧就支援好多人都會用嘅 Word 同埋 PowerPoint， 一般打字、Insert Table、圖片等等咧都會做到。其中一個最大嘅建議就係連接 Magic Keyboard 同埋 Trackpad 咁去用。最主要咧係因為 Word 同埋 PowerPoint 嘅選項咧都比較密，單靠眼神同埋手勢咧都幾易撳錯掣，亦都因為咧要長時間瞪大隻眼先可以揀啱 option。其實做一陣嘢對眼就會有啲乾同埋攰，轉用 Trackpad 嘅話咧就可以更加有效率同埋精準。第二咧就係用佢嘅虛擬 keyboard 打字會有啲唔方便，一嚟咧就係唔可以雙手咁打，二嚟單手打咧都要逐粒逐粒咁篤，反應咧唔算太快。如果想用虛擬 keyboard 做到 OL 式神速打字咧，基本上係冇可能。但一連接 Magic Keyboard 咧，成件事就會唔同晒，打字速度會直線提升啊！而如果連接 MacBook 咁執相紙片，個人咧就覺得非常有用啦。首先你會好似多咗一個好大嘅 mon 咁，佢可以將 footage、preview 同埋 sequence 咧都放到好大，變相喺揀片同埋睇晒全條 sequence 嘅剪接都會更加方便。執相亦都一樣，有個更大嘅 mon 就可以睇到更加多細節。而最正嘅係，你連接咗 MacBook 之後，
本身你喺 Vision Pro 嘅 App 咧會好似平時咁變成一個個 screen 放喺側邊，當你有需要睇稿嗰陣，就可以將 Vision Pro 嘅視窗放翻喺隔離，用起上嚟咧就會更加方便。連剪片同事試完之後咧，佢都哇哇聲咁叫啊！當然咧講到咁正，都唔係完全冇缺點啊！如果你長時間帶住佢咁做嘢咧，都真係有啲攰，尤其係眼部周圍嘅位置咧，長時間受壓會有少少不適啊！嗰陣睇發佈會，另外一個令我好期待嘅功能咧就係 Persona， 佢係可以透過 3D scanning 製作出一個反映到用家真實表情同埋眼神嘅 avatar， 等用家喺 FaceTime 同人開會嗰陣用。咁我而家都試下先。嗱，而家就整完啦，你哋又覺得同我似唔似呢？我自己就覺得麻麻地似咁啦，但暫時而家咧都只係 beta 版，可能遲啲個像真度咧都會提升翻多少少。不過開會嗰陣，如果可以見到同事個樣、真實表情同埋反應嘅話，仲要大個喺你面前，相信咧都會比起平時 Zoom 再專心一啲。而對比起 Meta Quest Workroom 比較卡通化嘅虛擬會議室同埋 Avatar，Vision Pro 呢款就會真實感同埋科技感都會再重一啲，更加有同真人傾緊偈嘅感覺。而喺娛樂方面，拎佢嚟睇戲煲劇，當佢係私人影院咧，當然就係基本盤啦。我哋咧就試過用佢嚟開 Disney Plus 睇睇，再拉到個 tab 最大，真係有種好強嘅沉浸感。特別係當我扭個 Digital Crown，將個虛擬空間推到最盡咁睇戲，再配合埋 Disney Plus Vision Pro 嘅專用場景，喺復仇者大廈頂咧睇 Marvel 嘅戲真係好爽啊！咁當然，如果你係身處一啲比較嘈嘅環境，例如搭車、街上等人嗰陣睇，你就會聽到環境聲同埋引擎聲等等，咁沉浸感相對就冇咁強啊。而暫時 Netflix 同埋 YouTube 咧都未有 Vision Pro 嘅專用 App， 但就可以用 browser 去睇。咁雖然咧就未用盡佢 4K 嘅畫質，但可以放到咁大咁樣睇，仲可以左一條右一條咁樣睇，都真係幾過癮啊！而 Apple TV 入邊咧都會有一啲專貨 Vision Pro 嘅影片去睇，會有成個歌手喺我面前唱歌，不過影像上咧都睇得出佢嘅遠景可能會有少少模糊，感覺好似會有少少動漫嘅感覺。而至於試完佢嘅 demo 恐龍體驗，雖然咧睇得出佢係 CG， 但係加埋佢嘅聲效同埋好巨大嘅沉浸顯示，都令到隻恐龍更加像真。相信呢種體驗，如果拎埋嚟玩沉浸式嘅恐怖 game 咧，一定驚到爆啊！至於打機，佢暫時支援嘅遊戲 App 咧唔算太多，多數咧都係一啲單機遊戲，亦都唔算太吸引。不過有部分咧都幾立體，放喺眼前玩都幾得意嘅。相信遲啲有更加多遊戲 support 咧就會更加理想啊！iPhone 15 Pro 同埋 Pro Max 可以拍攝空間影片呢個功能咧就講咗咁耐，終於有機會喺 Vision Pro 入面睇睇個效果啦。我哋咧就拎咗其中一段用 iPhone 15 Pro 拍攝嘅日常片段，感覺就好似親歷其境咁。影片中嘅人物好立體，人物同埋物件都好有層次，前後距離咧都好明顯會分到。而拍攝時嘅人聲咧都會因為唔同位置講嘢，配合埋佢嘅 Spatial Audio 喺唔同嘅方位播翻出嚟。例如個人喺你面前唱歌，啲聲咧就會喺你前邊咁嚟，重溫翻當時嘅情景感。可以令到冇經歷過某一件事件嘅人都體驗到當時嘅事情。而 Vision Pro 嘅 Spatial Recording 功能，令到佢變成一部頭戴式嘅攝錄機，用第一身視覺去拍攝你睇到嘅嘢。不過咧就要留意，因為佢係跟住你個頭嘅喐動同埋視點去拍攝。如果個頭喐得太快，或者對眼周圍望，成條片出到嚟咧都會幾揈㗎。頭先一路試，大家都可能會留意到左邊有條線愣住啊！佢連住嘅咧就係呢一個嘅外置電源。官方原意除咗係減輕頭罩嘅重量，亦都係為咗方便用家出街用。雖然咧佢係要駁住電咁用，不過好彩佢外置電嘅 size 咧都算可以放到入褲袋，而佢嘅電源線長度亦都適中，就算放喺背囊、手袋咧都唔會扯住，亦都唔會太長太多線好難收納。官方嘅數字咧就指電池有2個鐘嘅續航，實際上用落嘅耗電咧都差唔多。我哋玩咗1個鐘左右，就差唔多用咗50幾%電。而呢個耗電速度拎出街用嘅話咧，基本上都要帶尿袋，又要帶電話，又要帶尿袋，其實咧都有少少唔方便。
而近日有報道指 Vision Pro 嘅退貨潮湧現，最主要原因咧係因為長時間戴住眼睛會出現唔舒服同埋頭暈，同時亦都有啲太重啊。咁先討論咗會攰同埋頭暈嘅問題先啦。我相信呢一點咧都真係比較個人，亦都同用啲咩 app 有關啊。就好似我咁，平時咧玩其他 VR 裝置10分鐘左右就會頭暈㗎啦，但用 Vision Pro 睇下戲、玩下小遊戲咁都真係冇出現呢個情況。而我哋訪問翻其他試用過嘅同事，佢哋都話體驗咧比佢哋預期中要好。我諗可能係因為 Vision Pro 比其他裝置嘅畫面影像做得更加貼近人眼，唔會100% 超級清，所以用起上嚟咧都會比較舒服。反而我好用神咁樣用佢嚟做嘢，眼咧就會有少少乾。咁所以我推測咧，因為呢一個問題而退貨嘅人，本身眼睛狀況可能比較敏感，又或者冇遇到長時間用嚟工作，唔係太適合。咁至於覺得太重嘅問題，的確咧佢都真係好似我哋上面實試咁講，係有啲力學上嘅問題。而唔少試過嘅同事都認同佢真係重啊，都會有啲影響到使用體驗。呢一樣咧就希望下代技術進步嘅時候可以改善啦。試完呢部期待咗好耐嘅 Vision Pro 之後，佢的確咧帶俾我唔少驚喜啊！佢比起其他類似嘅裝置做得出色，畫面出色，又唔會暈，亦都真正融合到生活同埋工作，令到你屋企咧變成 Tony Stark 嘅 lab 咁啊！娛樂方面，佢都真係做到好好嘅沉浸式體驗，好似將 IMAX 影院搬咗返屋企咁啊！ Only fragments. Apple 咧一直都將 Vision Pro 定位為空間電腦，而我再平民化啲咁形容，就係可以擺好多個 mon 喺任意空間嘅電腦咁。咁但係暫時咧內容真係唔算多，而家 Vision Pro 做到嘅咧同電腦仍然好似，未有一啲令人腦洞大開嘅內容出嚟住啊。咁但係到底點樣先算係空間電腦獨一無二嘅體驗或者係用途呢？希望隨住推出嘅時間越耐，會有越嚟越多嘅開發者願意加入豐富內容。咁另外咧就係有外媒都測試到，而家兩部 Vision Pro 咧係唔連接嘅，咁即係我喺個空間度開咗一個 mon 出嚟，其他用家喺同一個空間度係睇唔到㗎。咁暫時咧唔係太多人有 Vision Pro 嘅情況之下，其實就唔算太大影響。咁但係越嚟越多人有 Vision Pro 嘅時候，相信呢個咧都係一個幾必要嘅功能啊。最後，到底邊個需要買呢部 Vision Pro 呢？現階段嚟講，佢比較適合3類人。第一就係好中意影院級電影嘅人啊，因為就算你屋企有幾大部電視都好，都唔會做到佢而家嘅體驗。第二就係需要多螢幕工作，但屋企唔係太夠位擺嘅人，例如全職炒股或者需要大量資料搜集去工作嘅人，佢絕對可以滿足到一心多用用家嘅需要啊。而第三咧就係想體驗新科技嘅人啦，因為講到尾，暫時佢都唔係必需品。但 Vision Pro 對於 MR 投射影像嘅穩定性真係好超班，呢樣技術咧令到之後無論係 Apple 生態定係各樣嘅專業，例如醫療、建築、製造業等等都可以有突破。等緊嘅可能係用家腦洞大開嘅意見，令到開發者有方向，做出更加獨特嘅軟件啊！換生活，樂科技，Unwired HK。